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医生，我老公才30岁，怎么就会得了脑梗死啊？今天急诊室来了一个病人，他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出现头晕和嘴角斜歪的症状，随后病人的意识开始模糊。家人看到这个情况，就意识到情况不对，于是尽快就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。接诊医生仔细地询问病人的情况后，就开了头颅核磁共振的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以后，高度的提示脑梗死。因此家属就问了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：最近这几年脑梗死的发病率有增加的趋势，而且脑梗死的末早还伸向了年轻人。其实当人体内有血栓后，手脚上是会有一些异常的。为了让大家对血栓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，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相关的知识。一、血栓多半是吃出来的。血栓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病症，它游走于人体的血管内，可发生任何年龄、任何时间，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生命。人的脏器是需要血管源源不断的运输血液，而血栓就像是一枚塞子，一旦堵住血管的通道，结果往往是致命的。血栓堵塞在脑部就会导致脑梗，堵塞在冠状动脉可产生心梗，如果堵塞到肺部就是肺栓塞。一旦发作，发病非常的急，让人措手不及，很可能就造成死亡风险。我们都知道疾病与生活习惯离不开关系，而血栓恰恰与吃紧密相关。高盐食物、高糖食物、油炸食物、反式脂肪酸食物等等，这些食物都会影响血液的粘稠度，人体血糖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对血管的健康非常的不利，从而容易导致血管堵塞，出现血栓症状。年轻人之所以得脑梗，其实主要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。现实的生活中，很多年轻人的压力大、熬夜、吸烟、喝酒等，本身就容易损伤血管，进而增加斑块的风险。斑块和水管上的水垢是有点类似的，只不过水管上的水垢比较结实，而斑块不一定稳定。当情绪激动、血压忽高忽低、高脂饮食、暴饮暴食、寒冷刺激等的时候，斑块就可能会变得不稳定，从而脱落，随后就会随着血液循环而游走。脱落的斑块遇到狭窄的脑血管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会堵塞脑血管，从而引发脑梗的发生。二、手脚出现4大症状，需要警惕血栓。血栓是非常懂得销声匿迹，杀人于无形，尤其是静脉血栓，来临前毫无征兆，一旦发病往往是情况非常的凶险，可能在分秒间就一命呜呼了。血栓来临，手脚先知，当手脚出现这几个不适时，要提高警惕。一、手脚无力，则我们日常的运动会受到限制。在人体负责管理运动的是大脑中枢神经，它被称为是司令部，主要控制手脚的活动和感觉。若脑部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栓子，那就可能会将血管堵塞，随后血管变窄，可以通行的血液量就减少，进而就造成大脑里面的中枢神经所支配的区域出现缺血、缺氧、坏死的现象，神经元无法正常的传导兴奋，运动也就无法完成，所以就会出现肢体无力的现象。血栓导致手脚无力，大多数是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肢体无力不一定是血栓造成的，也可能是脑出血或者是吉兰巴雷综合症所导致的。所以出现了手脚无力的现象，应该先考虑一下自己身上是否患有了其他相关的疾病，无法确定下来的话，就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就诊。二、手脚肿胀，血栓形成一段时间后，手臂和腿中的静脉因为血液流不回心脏，血容量增多，血管扩张，其中的静水压会提高，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，血浆中过多的物质通过血管壁进入了组织间隙，细胞间液渗透压升高，细胞内的水分就会流入细胞间液中，堆积导致手脚肿胀。三、手脚麻木，人体内一旦形成了血栓，就会对四肢的供血产生影响，使血液循环减缓，导致局部的供血不足，
引起手脚、舌头麻木，这就好比在睡觉时长时间的压住手脚，被压的部位血流循环而发麻生痛是一个道理。严重的麻木还会导致中风或者是脑梗，因此当血栓引起的手脚麻木出现时，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治疗，避免脑梗或者是心梗的发生。4. 间歇性跛行，下肢存在血栓会导致血管缺血，继而让患者在行走的时候会出现腿痛的症状。早期疼痛的症状在休息后可以缓解，但继续走路后又会再次的出现，也就是间歇性跛行。随着下肢血管堵塞进一步的严重，疼痛感在不行走时也会出现。3. 下面这个动作你不妨做一下，测测你的血管抵抗力。动作很简单，我们紧握拳头就可以了，过了5秒钟再松开，看看手心的颜色。如果手心的颜色很快的从白色恢复到红色的话，那说明你的血管很健康。如果手心的颜色在20秒以后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的话，那就需要重视起来了，说明你的血管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。4. 做好4件事，有效预防血栓。血栓虽然常见，但也并非不可预防。日常做好这几件事，可以有效地降低血栓的发病率。1. 饮食合理。饮食上要注意多摄入新鲜的果蔬、粗粮，避免长期大量的摄入高脂肪、高热量的食物，否则容易引起身体肥胖，血液内的脂肪含量增高，诱发血栓生成。2. 避免久坐。久坐容易导致下肢的血液循环变慢，对于健康而言较为不利。建议日常保持坐姿半小时以后起来活动一下身体。3. 坚持运动。运动可以让全身的血液循环速度加快，血液内的一些代谢废物排出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，对于预防血栓有帮助。日常我们可以适当的参加一些体育运动，增加锻炼。另外，我们可以多笑一些，保持开心有益血管的健康。若总生气，体内会分泌儿茶酚胺，容易刺激血管，促成斑块的形成。4. 补充水分。保持足够的饮水量，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速度加快，对于排出体内多余的废弃物也有帮助，可帮助预防血栓生成。建议积极的补充水分，少量多次的饮用。血栓的出现会严重的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。当它堵塞了血管，身体各部位就会缺乏血液的供应，容易引发一系列的问题，甚至威胁生命。因此，日常一定要尽可能的去预防血栓的生成。健康饮食，避免久坐，积极运动，多喝水，都是预防血栓的有效方法。如果血管可能堵了的话，身体也是会有很多表现的。不管是手和脚出现了麻木、疼痛等的问题时，都应该警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